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份神奇的报告。这份报告到底有多神奇呢？就是这个玩家接了双击节，但是他的报告还可以赚5倍之多。那么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份报告的由来是正在进行中的 GY16 KVK， 也就是来自国服的 KVK 了。那么这里你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其实有开第2个集结了。不过集结报告显示有误啊，其实他们是使用亚速巴尼巴搭配炮王，但是它这里显示是曹操。那我们先从头开始看起，第一份集结报告，但是这里赚了10倍的战损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城市里面到底有多少的部队。那根据数据来看，这个玩家原本的战力大概有 5.5 亿，然后他的盟友也是有放一些部队进入他的城市里面，不过大多数都是工程车啦。但是他是用混兵的统帅来做驻防啊，所以就算他们放工程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最后打下来剩余的部队有剩下4600万左右，但是这个剩余的部队不等于说他全部的兵力剩下这么少。那你们要看红色的字，也就是说他阵亡的部队，其实他阵亡也就只有18万而已。我看了他的集结报告，其实他被集结的时间就大概6分钟左右。其实损失不算太多，反而是对方损失很多。那么报告一点下就看到对方他们使用混兵了，有一个玩家放了工兵进去。至于其他玩家，大多数都是携带骑兵来增援啊，我比较少看到其他兵种，所以这边还算 OK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这边所使用的兵种，其实大多数都是使用 T5 部队。那使用比较多的 T5 部队，再加上他这个报告打出来的战损比这么糟糕呢，我是觉得说集结方那边亏到烂了。可以说几乎是完全没有赚了，我反而觉得他们是送兵给他的。这里部队阵亡数量都已经很离谱了，我们可以看到集结方已经阵亡了1000万的部队，其中里面包括 T4 跟 T5， 然而驻防方只有14万而已。那我们就要研究看看了，为什么这个战损比会这么糟糕？那因为他们这一次报名的地图是英雄战歌的关系啊，所以双方都有驻地技能，2个技能都是一样的。技能包括有每次基础攻击有 10% 的概率造成敌方部队持续2秒的额外伤害，造成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10%， 每次基础攻击有 10% 的概率使目标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攻击力下降 30%。至于整体方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反而是骑兵的整体是比较高一点的，不管攻击、防御、生命都好，尤其是生命跟防御力提升的特别高。所以在双方的争议比较下来，其实集结方的争议是比起驻防方的还要更好的，所以没有理由打出这样子的报告，这个就很离奇了。那当然这里只是兵种提升而已，我们还没有看其他的争议。那么在看了其他争议之后，我就知道什么事情了。你们发现到有什么问题了吗？就是集结方他携带错误的军器了。怎样看呢？你们可以看这里技能伤害提升 10%， 还有包括下面的技能伤害增幅 20%。阿提拉跟朗纳尔是完全没有技能伤害提升的，我给大家看个样本。OK， 这张截图呢是阿提拉搭配朗纳尔的情况下有穿装备，但是没有换上军器，是完全没有技能伤害提升的，也没有技能伤害增幅，也是一样的搭配一样的装备，但是这一次我换上了邪行阵的军器。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已经有技能伤害提升了，一样的搭配一样的装备，但是这一次我换上了拱形阵。你们再看一下争议，这边就变成普通攻击伤害增幅。所以显然的阿提拉跟朗纳尔这个组合它是携带错误的军器，因为根据争议来看的话，大概率双方其实都是16支，包括对方的哥哥波罗头是用拱形阵16支，然后阿提拉朗纳尔是用邪行阵16支。那至于为什么集结方他会使用邪行阵呢？其实我也搞不懂，可能他最好的军器就是那个邪行阵的16支吧。但是阿提拉是完完全全的普通攻击伤害统帅，那他用邪行阵的用意是什么呢？然后阿提拉跟朗纳尔这个组合是完全没有技能伤害，也就是直接伤害的。2个统帅的主动技能都是在提升 buff， 顾名思义就是提升白字而已，但是他们不是使用拱形阵。那除了集结方犯了这个失误之外，还有包括其他玩家他们要补集结，但是他们把部队放在城市的 AOE 附近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几乎都是送了。当然不排除他们是想要分散 AOE 的伤害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低，通常是用 T1 部队，又或者是这些兵力比较少的从集结里面派出去的，就比方说像这个贝利这样子，他是使用 T1 一个部队而已，这种部队才是真正分散 AOE 伤害的部队。所以集结方还是有一些部分是做的比较好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就是第2个集结是等到很后期才出现，
就变成在早期就只有一个主机节在硬扛着而已，而且他们一直被 AOE 打这件事情呢，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，发生过很多次。而且说到 AOE 的问题，其实一方面也是集结的问题，因为他没有换联盟，从而导致到在城市附近的盟友全部都被打，这算是第二个失误。不过当然的，集结他没有换联盟是一回事啦，那玩家也不应该走到对方的 AOE 里面，这个也是另外一回事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部队都是白白送击杀给他的。那下面就是第二个集结的报告。第二个集结报告还算是好一点点，但是这边还不算是赚的，通常第二个集结应该是要赚的才对。第二个集结我已经检查过了，里面携带的全部都是工兵，但是也不是完全T4部队啦，还是有不少T5部队，但是阵亡的数量还是比起驻方还要更多，击杀也是赚的比较少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明显的问题，就是他这个集结最后剩余的部队其实没有很多，也就是说没有太多的玩家去补集结。不过使用的驻地技能就有更改了，目标部队兵力低于 50%， 自身部队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 25%， 还有工兵单位攻击力还有防御力提升各 15%。集结搭配用亚述把它搭配穆罕默德。至于争议方面，其实工兵的争议也是比起驻方那边还要更多的，所以装备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。接下来军器这边，军器方面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这边看到对方的增幅也是蛮高的， 20% 的技能伤害增幅，至少是没有携带错误的军器。那如果这个工兵的集结有长时间补兵的话，其实它的报告会比较好看一点，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人去补集结，所以就变成说它这个报告最后出来是有小亏一点点，并且再加上这个集结出现的时间真的是太迟了，就变成说它其实也没有赚多少，至于后面就剩下一些报告而已啊，也不是很重要的报告，然后就没有了就结束了。后面基本上是T1部队在分散 AOE 伤害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报告的战损比例有多少吧。城市驻防总共是赚了 2.6 亿的击杀，进攻方才4957万而已。城市驻防只是光靠第一个集结而已，就已经赚了将近一半的击杀数。而且整体报告我们看下来，集结方那边总共是亏了将近10倍的阵亡，这个太离谱了，我没有看过有集结报告这么离谱的。但是一方面我回去看了之后才发现到，原来阿提拉也是后期没有人补兵，或许是他们后期看到那个白字有点不太对劲了，所以就没有玩家肯去补兵了。这个是那一天的画面，你们可以看到阿提拉这边所打出去的白字呢，有时候是比较偏低的，还有就是对方是使用哥哥跟波罗头来驻防的关系双盾的情况下，有时候阿提拉伤害打出去了，但是被盾给抵消掉了，就变成集结方有很多次都是没有把伤害给打出去的。还有最致命的就是争议的部分，尽管他这里 20% 的技能伤害增幅是蛮高的，但是阿提拉是完全用不上，朗纳尔也是用不上的，所以就等于是废了。那当然这边集结损失是蛮多的，但是也不光靠是集结这边损失而已啊，还有包括自己的队友一直送击杀给对方，一直站在对方的 AOE 范围里面，所以才会亏那么多。那么最后这个玩家依然还是安然无恙啊，毕竟你们也可以看到报告了，他也没有损失太多。那他历史最高战力呢是有 6.4 亿。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报告之后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